世间仅存2颗9眼天珠，一颗在李连杰手上，另一颗在释迦牟尼的佛像上，这是真正的无价之宝，最低也是1个亿。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，但天珠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火了一把，然后没过多久，好像人人都能买得起了。我们先来看看天珠是怎么火起来的。其实天珠这个东西已经有至少500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天珠这个名字却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，古人叫它色珠，可能现代人觉得这名字不够霸气，就改成了天珠或者天眼珠。改名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出名，出了名才能卖个好价钱。这桩生意最早出自台湾省的天珠造假世家，他们通过模仿古代工艺大批量生产新天珠，然后开始为天珠造势，也就是搭上了藏传佛教这根线，还赋予了它能够辟邪的神秘力量。他们按照天珠图案上眼的数量，将天珠分为1眼天珠到9眼天珠9个等级，分别代表不同的寓意。比如1眼天珠保佑佩戴者心思清明，增长智慧；2眼天珠保佑佩戴者家庭美满，夫妻和睦；3眼天珠代表福禄寿；4眼天珠代表观音、文殊、地藏、普贤4大菩萨。直到最后，要是你戴了9眼天珠，基本上这辈子就一帆风顺了。在这方面，关于李连杰和天珠的传言有很多，大家全当个乐子就好。这种炒作方法是文玩界最常见的，虽然听上去假的不能再假了，但是架不住有钱人信这个，直接把9眼天珠炒到了几千万的天价。这时候一些平民百姓也来凑热闹，天珠的需求量自然就上去了，造假也就多起来了。在各大古玩店、景区步行街随处可见，尤其是西藏景区就更多了。天珠造假的数量一多，大家也不是傻子，逐渐反应过来这些劣质产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收藏价值。但是天珠世家们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口号，只有新老之分，没有真假之别。他们的意思是说，天珠之所以价格差异这么大，主要是因为保存时间长短不同，但是咱们卖的东西那可都是真材实料的，没有假货，你收藏久了自然就值钱了。这话也不算错，毕竟有的玉石因为含有大量杂质只值100块钱，但你能说它是假的吗？还真不能，因为这些在我们看来的假货，甚至连珠宝鉴定书都有。假天珠越来越难卖，直接让天珠造假行业自己卷起来了。怎么卷呢？无非是提升造假的工艺水平，让别人信以为真。尤其是河南的一些生产商加入，完全把天珠的制造工艺提到了顶点。比如他们已经开发了完全古法制造，将仿造出来的天珠放到烤箱里烤，或者用紫外线照射，模拟上千年的自然风化效果，再用各种稀奇古怪的药水配上包浆液，让它看上去很有收藏价值。这与古人制造天珠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大同小异，只是所使用的工具不同罢了。那么天珠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呢？天珠的制造过程一般分为7个步骤。首先是找到蚕丝玛瑙原石作为制作天珠的材料，这些原石的形状各不相同，所以就要进行最初的切割，把它的形状切成天珠毛坯。但由于玛瑙原石的硬度比较高，在切割的时候就会留下很多棱角，为了消除这些棱角，古人找到了一种解玉砂，将这些砂石粘在一个铁盘上，是不是很像表面粗糙的砂纸？在打磨的时候，工匠就拿砂纸对着天珠毛坯反复打磨，就形成了天珠初坯。此时的它已经颇具天珠的雏形了。第2步，白化。天珠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如何将它的表面染成黑白相间，而且还要保证这些染料不会轻易褪色和脱落。古人选择先将它全部染成白色，也就是将天珠初坯放入盛有白色染剂的染缸里彻底白化。第3步，画花。制纯天珠所使用的是抗染的办法，也就是用抗染剂在已经白化的珠体上面画上所需要的图案。抗染剂画出来的部分将会是天珠成品上呈现白色图案的部分，相反，没有涂抗染剂的部分就是黑色的部分了。第4步，黑化。当天珠上的抗染剂风干后，将珠子进入碱性黑色染色剂中，对珠体进行第2次染色，最后将在珠子表面呈现黑色或棕色的效果，而之前涂过抗染剂的地方则不会变成黑色。至此，天珠上黑白分明的图案也就形成了。第5步，焙烧。将经过碱性溶剂黑化过的珠子进行风干，然后放入炭火中焙烧。焙烧的时间一般是从炭火开始燃烧到自然冷却，
最后将珠子取出。此时天珠表面留有一层干结的溶剂。第6步，打磨抛光，打磨掉珠子表面干结的溶剂，对珠子经过精细打磨和抛光处理，让成品看上去更加光滑美观。第7步，打孔，用尖锐的铁杵从天珠两端打孔贯通，然后穿上绳子就能够佩戴了。最后商人将这些批量制作的天珠投入市场，以低价出售，让那些想要捡漏的人买入。可以说造假造到这份上已经很良心了，但是随着造假成本的提高，利润自然就越来越微薄了。甚至有业内人士表示，造假天珠连个馒头的利润都不如。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，原来这古代天珠也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人工制造的。但为什么人们不惜花费千万元求得一个老天珠，而新天珠却不值钱呢？或许有3个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在于年代。根据考古发现，目前最早的天珠出现于公元前5000到公元前3000年的古印度。当时的印度人用草药的汁液在石头上刻画眼图腾，祈求福祉。后来大概在2000多年前传到藏区，才得到了广泛传播。或许当时的天珠和现在的天珠在制造工艺上并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有学者认为，古代天珠因为长期埋藏在地下，发生了受沁现象，从而导致天珠发生了某些次生变化。这些特殊的变化是它们和现代天珠的主要区别，就像是古董字画与现代赝品之间的区别一样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古代天珠是非常稀少的，这也是大多数文玩能够卖出高价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比如2013到2014年，在新疆墓群出土的7颗天珠和44颗石花红玉髓珠，它们是距今2400到2600年前的老古董。专家们用180倍显微镜及其他微观观察的方法，发现了它们身上的受沁现象和土石现象。所以说，现代天珠工艺再高超，也没有古代天珠稀有。第二个原因是制造工艺。有专家认为，古人制造天珠的工艺或许比现代人更为复杂，它是数千年前由藏民开采出矿石后，又经人工研磨而成。期间有喇嘛一边念诵经文，另一边用特殊工艺绘制，镶石而成，经过开光、加持、供奉，历代相传，才成为了稀世珍品。甚至还有信徒认为，这样制造出来的天珠才具有法力，能够保佑佩戴者。第3个原因是材质。有人说，古代的天珠是用一种稀有的法罗化石制造而成，法罗化石用完了，就用玛瑙玉髓来代替，等到玛瑙矿石也用完了，还有其他石头代替，甚至一些藏区手艺人还能用塑料制作天珠。可想而知，现在的天珠有多泛滥。那么天珠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呢？闪电哥认为，一些稀有的古代天珠是有收藏价值的，但是这些老天珠不是普通人接触得到的，而一般的天珠又过于泛滥，难以区分。整体来说，天珠这一行的水太深，普通人把它们当成纪念品来看待就好，为此花大量心血和金钱实在不值得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